关于地质楼的故事有很多，这座楼从风水学上来说相当的不吉利。楼的南侧周围的樟树、竹子都是阴性，常年在阴性植物的笼罩下，整座楼常年无法被阳光照射。背靠悬崖，大江左边有竹林，下面临近深沟和水潭，这和四周的方位格局构成道家所说的基因地形，也就是阴地。根据风水学的观点，这样的阴性环境可能会对居住者产生一些影响，可能导致居住在这里的人缺乏自然光线的照射，给人带来压抑、沮丧或情绪低落的感觉。同时，背靠悬崖和大江，表示楼的后方是不稳定的地势，这在风水学中被视为不利的地理特征，可能会给人带来一定的不安全感。再说说这座楼后面的出口，那个门是古老的苏式建筑，看起来很有些诡秘，又是坐落在绿树之下的台阶，朝上面看去，如果里面没点灯的话，会是一片黑暗。即使外面的阳光再强烈，也会是这种感觉。出了门口是2棵上百年的古黄角树，枝繁叶茂，直耸参天，更是把这块地方遮得一点光亮都没有。凡是第一次进入地质楼的人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都会感到一股凉意，让人有些发麻。这绝对是所有人的亲身经历。另外，据一些邮电的同学说，如果晚上自习后自己一个人落单了，那么那条走廊将变得非常漫长，更有甚者会听到走廊里发出异样的脚步声，以及女孩子哭声。地质楼的故事起源于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这个时期有很多老师受到了审查，进了地质楼的地下室就再也没有出来过，据说死了很多人。与此同时，石油大学的老校长也在这里不堪迫害，最后上吊自杀。据说自杀的时候脚还挨着地面，只要一垫脚就能活下来，可见当时求死的决心是多么强烈。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地质楼就开始不安宁。早些年的时候，这里曾吊死一个女研究生，死相凄惨，这是真事儿，很多高阶的都知道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女生吊死的时候，跟老校长的样子一样，就在地质楼2楼厕所的一个门框下，挂了根绳子，2只脚挨着地面，只要一抬脚就能活下来的那种。有知情的人称，当年在现场目睹过女生的死状，2只眼睛圆睁，舌头伸出来老长。最主要的是，女生的2只胳膊上有2个黑手印，仿佛有人用力往下拉扯她。我是2001年入学的，我们那一届扩招人数多，学校原有的寝室都不够，于是就拿出了放置已久的教学楼来做学生公寓。这座教学楼就是地质楼，当时是直接把教室改成了寝室，20个人一个寝室，你们能想象那个场景吗？每晚睡觉之前无比的热闹，热闹归热闹，不过刚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那地方不对劲，阴森森的。后来请教了当时的师兄，他悄悄地给我们说了一开始的事情。师兄告诉我们，首先就是1楼的地下室。最早的时候，1楼好像有个什么实验室，实验室和我们宿舍之间隔着个铁栅栏门。进入那个铁栅栏门之后，经过实验室拐个弯就能进入到地下室。不过我们去的时候，那个铁栅栏门是锁上的，用了好粗的一根铁链，有小孩胳膊那么粗，上面还绑了很多红布条。我们还奇怪，都说学校还挺喜庆，锁着铁链的是一把巨大的黑锁。师兄告诉我们，仔细看看那个锁的话，你会发现上面的花纹不是什么锁的牌子，而是雕刻的符咒，
正反两面都有，还是朱砂色。听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们都非常好奇，想知道怎么回事。师兄告诉我们，不用好奇，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。当时我们没太当回事，但到了晚上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，听到了一阵哐哐哐的声响，就像有人拉着铁门使劲摇晃。那时候可是9月初，别说楼里面，就连外面也是一点风都没有。这铁门是怎么晃动的？这里再说一句，大家都知道南充的天气，到了夏天那叫一个热，但我们宿舍的所在绝对是无比的清凉。晚上睡觉根本都不用吹风扇，到了后半夜甚至还要盖个小被子。但只要出了楼，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热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再说那铁门摇晃了差不多10多分钟，然后毫无征兆地停止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20多人的大宿舍，本来大家伙都是心相识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正热火朝天地聊着天，铁门声忽然响起，陆陆续续的说话声就停了下来。没一会儿，整个宿舍变得死寂一片，就听着外面的那个铁栅栏不停地哐哐响，而且那个响声还特别有节奏，就像有人真的摇晃一样。那个气氛真的没法说，所有人都紧紧地闭着嘴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等响声停下来之后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宿舍里那股凝重的气氛才有所缓和。随着不知道谁的一声咳嗽，大家忽然放声大笑起来，紧接着气氛再次变得活泼热闹。但这个气氛并没有保持多久，就被一阵高跟鞋的声音打断。那声音一开始是从楼上传来的，从西边传向东边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声音返回的时候，竟然到了1楼。经过我们宿舍门口，还特意停了一下，似乎趴门上在听着什么。这个脚步声一停下，整个宿舍再次变得鸦雀无声。等高跟鞋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所有人都凝神听着，想知道这个脚步声下一步会去哪里。可听了一会儿，赫然发现这脚步声竟然到了铁门那里。随着吱嘎一声响，脚步声不见了，脚步声离开。大家并没有像刚才那么激烈讨论，而是窃窃私语。有的猜想高跟鞋女人的模样，有的在想女人的去向。但那一晚并没有什么结果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我们再次找到那个师兄询问，谁知道那个师兄冷冷一笑，告诉我们，上吊的事情发生后，地质楼里才有的高跟鞋声音。据说那个上吊自杀的女生特别喜欢穿高跟鞋。说完这件事，他告诫我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出去查看，因为凡是对那个高跟鞋声好奇的，都跳楼死了。他这么一说，确实把我们吓得不轻。不过后来我们慢慢了解才知道，在这座楼上跳楼自杀的还真不少。据我们体育老师说，他从教20年来，亲眼看见过有人从上面跳下来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在地质楼做宿舍之前，一直是教学楼。据那位师兄讲，晚上上自习的时候，这里几乎都没什么人，特别空旷，只有1楼和2楼几个大点的教室朝着正门这里的位置还是有人上自习什么的，3楼4楼都空的，而5楼往上是封死了的。而其他的教学楼，像机械楼、开发楼，总是挤满了人。在后来新教学楼修好了，也就是石油学院学子引以自豪的红楼，地质楼就更没什么人了。之所以这样，就是因为地质楼阴森的环境，还有就是那位研究生学姐的自杀。其实不光我们，在此之前不断有人听到楼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，不光有声音，还有人见到过那位学姐的样子，说是穿着白衬衫，
短裙子不过看不清楚脸。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之后，校方不敢再做教学楼使用，就做了女生宿舍。当然，这都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事情。做女生宿舍后，几乎每年都有人自杀，上吊的、跳楼的不一而足。那个年代，地质楼是整个学院最高的楼层，而且下面就是阶梯，跳下来摔到阶梯，基本都是当场毙命。说到这里，这个师兄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情。当时有个女生，白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也没遇到什么挫折，结果晚上回到宿舍，莫名其妙在3楼厕所上吊自杀了。这个女生死后，楼里除了高跟鞋的声音，又多了个女人的哭声，凄凄惨惨的无比瘆人。出了一系列女生自杀事件之后，校方单纯以为是女生的心理素质不好，于是又把地质楼改为了男生宿舍。本来以为改为男生宿舍会好一些，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每年还是出事。和之前一样，不是跳楼的，就是上吊的，甚至还有新花样，在宿舍里割腕自杀。那血喷的一天花板都是。到了最后没办法，只好又改回教学楼。本来以为改为教学楼就会安分，可时不时的还是出问题，总有一些学生毫无征兆地爬上楼顶，然后一跃而下。而在90几年的时候，一女生在5楼被奸杀，手脚脑袋都被砍了下来，整齐地摆在身体四周。从那之后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。就在那次事情之后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有一间宿舍的6个男生一起上了楼顶，然后一起跳了下来，无一幸免。过了2个月，眼看就要放暑假了，还是这个宿舍的一个男生也爬上了楼顶，然后一跃而下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宿舍唯一剩下的男生本来在家看病，可就在那个男生跳楼死后的第3天，他也从自己家楼上跳了下来。据家长说，这孩子死前一直说一句话：“他来找我了，他来找我了。”家长太忙，并没有把孩子的话太当回事，而孩子嘴里的他究竟是谁，也没有了答案。从那之后，5楼就被封了。不过诡异的是，就算是被封了，到了晚上10点后，八角的一间教室总会亮起灯光，好像有人在里面上自习一样。如果从2教楼顶看去，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人在走来走去。不过自从封了5楼，地质楼一直就空着，废弃了一段时间。直到我们那一届，因为扩招实在是没地方住，这才把地质楼放开，做了男生宿舍。师兄说完这些事情，我们一个一个听得汗毛直竖。从那之后，只要到了晚上，就算是憋死，我也不会去上厕所。也有人不当回事，觉得师兄是危言耸听吓唬我们这些小孩的。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情，彻底打破了我们的世界观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军训来了，很多当兵的要住在学校，宿舍都满了，学生都不够住，他们哪有地方住？于是这些人跟我们一样，住到了地质楼。男生宿舍是在1、2楼，3、4楼是空着的。这些当兵的查看了一下，决定住到3楼去。那会儿地质楼的看门大爷姓孙还是姓张，我忘记了。当年我记得这个大爷的屋子里还摆着一个红关公，没事就上香。那会儿我们还笑话他，说他是封建迷信。这个大爷听说当兵的要去3楼住，死活不同意，说上面有些事情说不清楚，绝对不能上去。领头的排长说：“我们是军人，不怕这些。”说着话不听大爷劝阻，就住进去了。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，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排长醒来之后，其他人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圈血印，像绳子勒过的。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受了伤，赶紧打了盆水，想把血洗干净看看伤口。结果洗了整整一盆血水，才终于把脖子洗干净。干净之后，却发现脖子上什么伤口都没有。既然没有伤口，血液是怎么来的？几个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后来去找那个大爷一打听，才知道以前有个女生在他睡的那个位置上吊自杀过。几个当兵的比较刚，他们不相信这种事。商量之后，决定继续在3楼居住。但为了防止意外，几个人制定了值班任务，每人值一班，一个班1个半小时。第一班是我们的一个教官，他值班的时候还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到了第二班，值班的是个姓黄的教官，个子高高的1.8米几，脸色黝黑，很帅气。就在他值班的时候出事了。10点睡觉，他值班的时间在11点30分。交班的时候，他还去了一趟厕所。这里不得不说说我们那个厕所，又破又旧，15瓦的小灯泡，光线也不好。黄教官上厕所的时候，只觉得那厕所特别破，就像好几年没有人来了。而且厕所里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，不是什么大小便或什么东西腐败的味道，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，有点臭，还有点腥。黄教官一边上厕所，一边到处看。小便池上黄黑的污渍就不用说了，墙上和天花板上还有暗红色的东西，看上去像血。黄教官还摸了一把，已经干了。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好像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。一泡尿撒完，不知道为啥心里一个机灵，一种恐惧感忽然袭来。黄教官顿时觉得，要是再在这里待下去，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这么一想，他赶紧从厕所里冲了出来，手都没洗，一路跑到了宿舍。到了宿舍，看到将要交班的战友，他心里这才踏实了一些。战友去睡觉，他接过战友的岗，在宿舍门口站得笔直。因为是在学校，他手上也没有武器，便随手拿了一个拖把杆抱在怀里。他并不是担心什么安危，而是站岗的时候怀里没点东西，不习惯，抱着拖把杆站了一会儿。黄教官有点无聊，就想走走看看。可他又想起来刚才的感觉，心底有点害怕。不过回头看着呼呼大睡的战友，他心里觉得实在是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刚才很有可能是自己在吓自己。这么一想，他心里踏实了一些，手里拎着拖把杆，在走廊里前后溜达起来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不敢走远，毕竟这走廊又黑又旧，墙皮脱落了很多，而且头顶的灯泡跟厕所里的差不多，都是暗得可怜，最多能照脚底下这一片，再远看过去就是黑漆漆的一团。就在他溜达的时候，他忽然听到远远地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。他有点奇怪，这都12点了，谁还在这？当时他心里猜测可能是学习的学生，不过他觉得可能性不大。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大学生应该没有勇气自己停留到这么晚。那么不是学生是谁呢？难道是老师？应该就是老师，要是没点急事，谁这么晚跑到这里来？一想到是老师，再加上这不急不缓的高跟鞋声音，黄教官特别想看看这老师到底长啥样。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他知道自己职责在身，瞎溜达溜达行，走太远可不行。然而就在他疑惑的时候，那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听那个动静正从不远处向自己这边走来。
听到高跟鞋越来越近，黄教官有点紧张，他赶紧整理了一下仪容，手里的拖把杆也轻轻放在了地上。可过了好一会儿，这黄教官开始疑惑起来，再远的路这时候也该到了，怎么光听见脚步声没见到人呢？就在他疑惑不已的时候，猛然一低头，发现地面似乎有个东西在动。他仔细一看，魂儿差点吓出来。只见地上一双没人穿的高跟鞋，在一步步交替往前挪动。此时已经到了他身前不远处。看到高跟鞋本来就已经是很惊悚的事情，更诡异的是，那双鞋到了他身前不远，竟然停了下来，两只鞋的脚尖还冲着自己。看到这一幕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过了一会儿才赫然反应过来，嘴里一声大喊，把熟睡的战友们惊醒了过来。战友们看到黄教官的样子，有些迷惑不解，问他怎么回事。这时候的黄教官脸色发白，一脑门的汗水，一只手指着地上，嘴唇不停地哆嗦，就是说不出来话。到底还是排长发现了不对劲，噌的一下跳了起来，窜到黄教官跟前，一脚踢在了他的小腿上，大喝道：“说话！”黄教官张开嘴没说出来话，过了一会儿才带着哭腔喊道：“有一双鞋。”排长皱着眉头问：“什么鞋？好好说。”黄教官接过战友递过来的水壶，喝了一口水，声音颤抖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旁边的战友一听，脸色也是变了几变。可要说那双高跟鞋，几个人看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排长为了稳定军心，不信邪地说道：“哪有什么高跟鞋？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不要长敌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”说完话，让黄教官去休息。他亲自带了下一班值班的战士要一起值班。按照他的话说，看看到底有什么魑魅魍魉。虽然其他人被排长撵去休息，可翻来覆去的谁也睡不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并没有什么高跟鞋的声音。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虚惊一场的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哭声。那声音一开始抽抽搭搭的，听起来非常远，好像在走廊的另一头。可下一秒忽然就到了几人跟前。虽然哭声似乎就在耳边，但周围除了他们几个什么人都没有。此时别说这几个人了，就连排长也知道不对劲，知道事情变得邪门起来。他连忙把其他几个人喊起来，说是要准备撤离。可几人刚准备走，黄教官又是一声惨叫，那脸色变得更白了。几人忙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黄教官指着头顶说道：“刚才有人摸我。”原来他刚才站起来，正准备出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一只冰冷的手在他头顶轻轻地摸了一把。几人抬头一看，只见天花板上空荡荡的，哪有什么东西？当然除了几块水渍。不过就在几个人四处寻找的时候，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忽然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，正好打在排长的肩膀上。这一下把他吓得不轻，差点跳起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根红色的破布条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哭声忽然停止，没了哭声，几人更紧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战友忽然指着排长背后墙角说道：“那里有个人。”排长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裙子的女子就站在墙角的阴影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几人。此时排长的腿都快软了，不过还想逞强，大喊道：“不要胡说八道，哪里有什么人？现在列队，操场5公里。”一句话说完，几人迅速列队，一路小跑下了楼。出大楼的时候，看门大爷正坐在屋里打盹，
被几人整齐的脚步声吓得半死。看到是他们才松了一口气。当然，5公里并没有跑完。那天晚上，几个人忍受了蚊虫叮咬和天气炎热，在操场睡到了凌晨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质楼的可怕。所以我坚决拥护师兄的那句话：听到高跟鞋的声音绝对不好奇。不光不好奇，只要熄灯，就算再怎么想去厕所，我都会紧紧忍耐。天不亮绝对不去，不过我不去不代表同学不去。我们宿舍的一个小伙是来自东北的，这哥们酒量好，没事喜欢喝2口，就算在军训的时候也不例外。因此他和上面的黄教官还成了酒友。上面的事情就是这俩人喝酒的时候，黄教官说给他听的。不过这小子虎，他觉得黄教官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按照他的话说，大半夜我都爬过人家的祖坟，到现在不还好好的活着吗？要是真有那些什么神神鬼鬼的，我去人坟头捡钱的时候早让人掐死了。所以这小子无论多晚，想上厕所就上，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，一点都不怵。我们都还挺佩服他的。不过到了军训快结束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这小子再也不嚣张了。那次他也是出去喝酒，几个人喝得挺多。到了晚上11点左右，几个人从外面回来，进门的时候还被大爷训了。但几人也没当回事，就回宿舍去了。进宿舍之前，另一个同学想去上厕所，拉他陪着，他就跟着去了。地质楼的厕所在楼梯的拐角处，比较阴暗，再加上闪烁不停的灯泡，那氛围真的挺刺激。他在楼梯处等着的时候，还跟厕所里面的人开玩笑说：“你要是碰见死去的学姐，一定要喊我。我要抱着学姐安慰她受伤的心灵，最起码要来个湿吻。”他这么一说，里面的同学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小心一点，说不定学姐在外面等着你呢。”他喝得迷迷瞪瞪的，根本不知道怕，说道：“只要学姐敢来，我就敢抱她。”这句话刚说完，他就听到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。那声音不急不忙，在空旷的走廊里非常响，缓缓地向他这边走来。这哥们也是听过高跟鞋的传说的，但他没觉得这是有什么可怕。他一直认为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，故意吓唬大家，所以这次听到高跟鞋的动静，张嘴就骂：“谁呀？你吓唬别人行，可你吓唬不了你爹。”这一句话骂完，那高跟鞋声音忽然消失不见了。他这时候得意得不得了，里面上厕所的同学却没了动静。他还大声喊那个人的名字道：“你刚才听到了吧？我就说装神弄鬼，被老子一句话骂熄火了。”他这句话说完，本来以为里面的同学会附和他2声，可老半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在外面奇怪，又喊了几声那人的名字，可无论他怎么喊，就是没人理会。这时候他有点不耐烦，骂骂咧咧地往厕所走去。当他进了厕所，却感觉里面气氛不对。本来那个同学正在撒尿，此时却背对着他直直地站立，正对着厕所的墙壁喃喃自语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也是酒壮怂人胆。他明知道那个同学不对劲，还是走过去掰着他的肩膀，把他掰了过来。可就在他看到那个同学的脸之后，顿时吓得酒都醒了。具体他看到了什么没人知道，他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。到了第2天，这哥们脖子下有一圈红印子，就像被绳子勒的一样。而且从那天开始，他变得非常不正常。
酒也不喝了。没事的时候，一个人站得直溜溜的，对着墙絮絮叨叨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淹死在了学校的泳池里。死的时候，身上穿着一件白裙，脚上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高跟鞋。这件事情出了之后，我更不敢随便乱逛。到了晚上，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宿舍里，谁喊我都不出去。要不是11月过了之后说要搬新校舍，我都想退学了。我们宿舍就在1楼，我自己也遇见了几次怪事。有一次，我从二教上自习回来，快进宿舍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隔壁房间的灯亮了。但我知道，自从我们搬进来之后，那个房间一直是从外面锁起的，里面从来没有住过人。本来我以为是看门大爷开的，可就在我去厕所的时候，亲眼看着里面的灯啪嗒一声灭了。那房门可是从头到尾一直锁着的。还有一次就更恐怖了。有天早上醒来，发现已经7点多了，就没去早操。石油学院的老人都知道，我们那会儿是办军事化管理，6点30分是要出操的。看时间过了，我索性独自在寝室继续睡觉。结果睡了一会儿，听到隔壁那个房间隐隐约约有人在哭。我还以为听错了，可仔细一听，发现哭的竟然是个女生。可是当时的地质楼住的全是男生，其次，就算有女生进来，也不可能进去隔壁。刚才说了，这个房间根本没人住，里面堆放的是废弃的桌椅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然爬起来想去看一看。到了门口，里面的哭声瞬间停止。我仔细一看，发现门锁得好好的，里面别说人了，连只老鼠都没有。我以为我听错了，准备上个厕所，然后回寝室继续睡。谁知道我刚转身，那女生的哭声再次传来，把我吓得厕所也没上，穿上衣服赶紧窜出去了。还有一次，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有点拉肚子，实在憋不住，只好硬着头皮独自一人去厕所。真的，最痛苦的就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蹲厕所，那感觉不是一般人能懂的，无比的恐怖。我蹲下的时候，感觉旁边的那个坑也蹲了一个人，有人陪着，我的心安定了不少。可那晚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发现自己没带纸。这种时候已经顾不得什么面子不面子的。我敲了敲隔板，向旁边问道：“哥们儿，有纸没有？借我一点。”旁边的人什么话都没说，从隔板底下递过来2张卫生纸。不过我接纸的时候，感觉拿纸的手有点奇怪，究竟哪里奇怪却说不上来。愉快地擦完，我站起来说了一声谢谢。可是谢谢说完，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。我有点懵，站起来从隔间出去，才发现旁边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人。这时候是真懵了，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没听见有门开关的声音，更不要说人的走动声。当时的情况，整个厕所就只有我一个人，绝对是慌不择路。我跌跌撞撞冲出厕所，发现外面走廊也是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感觉直接从头凉到脚。跑到宿舍之后，我浑身发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捂暖身子。那一天我都特别不自在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跟着我。到了晚上，我才想起来，那个人递过来纸的时候，那双手特别的小，就像是5、6岁小孩的手一样。如果说这几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害怕，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打了退堂鼓。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叫梦魇，但这是我这一生唯一遇到过的，以前和现在再也没遇见过。
也就是发生了这事不久，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待在楼里。在梦魇发生的那天早上，我们寝室里几个人不小心睡过了头，索性前2节课不上了。睡到8点多的时候，社长招呼起床，因为再不起楼管就要来查房了。由于还是大一新生，管得特严，被逮着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听了社长的话，大家都不敢再睡。起床之后，几个人提议去上网。那时候网吧刚兴起，就在楼后面的一座房子里，被几棵大树围着。如果要从宿舍去那个网吧的话，就必须穿过整个走廊，从后门出去。我这人性子比较慢，等我穿好衣服收拾好，舍友们都已经出了门，跳下床。我穿上鞋，连忙追了上去。可到了走廊，也没见几个人的踪影，不知道这几个家伙怎么走得这么快。这时候楼里已经很空了，该上课都上课去了，没课的也去自习去了。走廊两旁的宿舍门都锁得紧紧的，所以当时的走廊非常的空旷。我一个人穿过走廊，那种感觉非常奇怪。虽然这样感觉，但当时没想那么多。不过当我走到第一个拐弯处时，事情开始不对劲起来。那个弯拐过去就是一段笔直的过道，直通后楼的出口。虽然过道笔直，可能是设计的原因，那个出口是没法看到的。走道里的灯暗黄暗黄，还时亮时不亮，两边的门关得紧紧的。我一个人走着，那感觉就像走在黄泉路上一样。那时候已经是10月下旬，南充的天气也不是很冷，穿个夹克衫就可以了。可那天不知为什么，我一边走一边觉得身上越来越冷，是南方的那种阴冷刺骨，我都能看到嘴里呼出来的白气。越走我越是感觉不对，有一种怎么都走不出去的感觉。而且这时候我有种感觉，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我。那个人拖着鞋子走路，嚓嚓的响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身后什么人都没有。而且我穿的是运动鞋，绝不可能是我脚步的回音。所以我故意停下脚步，想听听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。可当我停下之后，身后的嚓嚓声却没了。我一走，那个声音又来了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吓惨了，撒开腿就往外跑。可当我跑起来的时候，身后的脚步声并没有变快，依旧是嚓嚓的响，保持着原来的频率和速度，只是声音变得更大，就像在耳边响起一样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感觉那东西似乎就在我身后不远处，甚至觉得那东西一伸手就能抓住我。这种感觉让我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我觉得走廊变得越来越长，平时2分钟能走完的距离，我走了差不多有5分钟，还是没看到出口。当时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。虽然我撒开脚步狂奔，可我并没有感觉跑出去很远，相反的，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后面疯狂地拉扯着我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体验，好像被困在粘稠的液体之中，身体和反应都变慢了。无论我怎么用力，我都迈不开步子，甚至连腿都伸不直。没办法，我开始大声呼喊，想不顾一切冲出去。可是我张开嘴，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，甚至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紧紧扼住。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无比绝望，一点不撒谎，当时我觉得肯定要死在这里了。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的一个室友忽然从入口那里探出脑袋，喊了一声我的名字。他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的身体一下子轻松起来，周围那股粘稠的空气瞬间消失，我的身子一轻，差点摔倒在地。
室友看到我的样子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听到他说话，我差点感动哭了，再也不敢在走道里停留，一路小跑着向他冲去。到他身边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了温暖。当我跟他一起从出口出去的一瞬间，一股强大的阴风从我身后向门两边散去，迎面而来的温暖气流和阴风相撞，把我的衣服吹得紧紧裹在身上。下了台阶，我转过身向出口望去，只感觉里面阴森森一片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冲出来。室友问我怎么了，我连忙说没什么，拉着他一步不停地往网吧走去。我们那会儿玩的游戏很简单，不是红警就是 CS， 要么就是星际争霸。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体一阵阵发热，平常的技术就发挥出来一半，几个人还笑话我菜。白天上课也老走神，反正一天都是恍恍惚惚的。晚上上自习的时候，脑子里不知道想的什么，好像发了烧一样。结果到诊所一量体温，真是低烧。去完诊所，同学想让我回宿舍休息，我一听算了吧，还是在二教安全一点。虽说二教安全，但要分1、2楼。前几年我回去过一趟，发现1楼成了网吧，上网的人挺多的。我们那时候还不是，教室跟实验室都在1楼。2楼的话，到了晚上轻易不敢去，也吓人得很。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，能听见里面有唱歌声和惨叫声。关键是里面人唱的还是50、60年代的红歌。关于二教也有一个传说，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，在2楼拐角处的厕所里，有一名学生在里面发生了不测，身子中了10多刀，死得非常凄惨。从那之后，一到夜晚就会有惨叫声传来，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天好不容易熬完自习，回到宿舍后，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。那天晚上和从前一样，大伙嘻哈打闹到11点多，然后才慢慢进入了梦乡。我睡的是下铺，床靠近窗。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非常困，但就是睡不着，感觉像是失眠，但脑子还昏昏沉沉的。这种状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清醒过来，头也不晕了，身子也变轻了。可当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虽然我依然是在寝室里，但周围的室友全都不见了，整个房间就剩我自己。可能你以为我是在做梦，事实上我无比的清醒。我清醒的知道自己是谁，在什么地方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今天上了什么课，做了什么事，明天是星期几等等。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平躺着的，但眼睛死活睁不开。虽然我努力想睁开，但我感觉自己的四肢被铁链牢牢地绑住了，丝毫动弹不得。我马上想到一个词：鬼压床。我知道自己鬼压床了，但因为是第一次，我并不清楚怎么摆脱这种情况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我耳边响起了一阵说话声，那感觉好像几个人绕着我围了一圈，在商量什么事情一般。我努力想看清他们的模样，可无论我怎么使劲，只能感觉这几个人是几条长长的灰影，瘦瘦的，高高的。虽然看不清他们的模样，但我知道其中有2个女的，其余的都是男的。虽然在我听来声音不大，但这几条灰影讨论的却非常激烈。而且我明显能感觉出这几个人身上散发出邪恶和阴冷的气息，就像是白天我在走廊里遇到的那种。这几个人讨论的话题明显不是什么好事，到了最后争执得越来越激烈，似乎就要打起来了。可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阵惨叫，
那惨叫非常凄厉，声音无比尖细，刺得我耳膜生疼。听到这个惨叫声，那几个影子忽然停止了争吵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到了我的身上。他们看了我一会儿，开始绕着我转圈。一开始速度很慢，到了后来越来越快。这些灰影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圈的同时还不停细细地打量我的身体。我被他们盯得无比痛苦，想挣扎着坐起来，但无论我怎么用力，全身就像是被什么无形的重物压制了一样，丝毫动弹不得。这时候他们一边转圈，一边开始低吼，那声音高高低低的，像是在念什么咒语一般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。到了后来，我几乎就要沉睡过去。不过那种沉睡并不是睡眠，而是身体不断地往下沉，就像要沉没到海底一样。当时我的意识告诉我，这个就是死亡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心脏开始狂跳，跳得就像打鼓一样，咕咚咕咚的，也没有规律。而且心里还升起另外一个念头，这样死了也不错。其实当时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室友忽然嘟囔了一句：“吵什么吵？”他这句话一说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眼睛也能睁开了，身子也能动了。我醒过来后，睁大眼睛看着四周，一切依然如旧，大家都在床上好好的，轻轻地打着呼噜。我身上全是汗，头发都是湿的。我仔细想了想那件事情，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那感觉太逼真了，就像真实发生的。我深吸了几口气，再次看了看寝室的四周，确认了情况之后，我安慰自己，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。可如果是梦的话，为什么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？每个灰影的样子，他们念叨的咒语，空荡荡的寝室。想到这里，我不敢再睡。可躺下后，疲惫再次袭来，我眼皮一个劲的耷拉。我劝自己千万不要睡，可还是没忍住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我全身再次放松下来，进入了睡眠状态。当然，我的意识同样是清醒的，甚至感觉到那种困意不是自己控制的，可无论如何都反抗不了。当我闭上眼睛的一瞬间，我感觉身子一沉，发现自己再次来到了那个空间。或者说，我依然还在寝室，但周围的室友和他们的床都不见了。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里。虽然这不是我的想法，但是我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慢慢地睡了过去。虽然是睡着了，但意识又是清醒的，那感觉非常矛盾。紧紧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一切又开始了。那群灰影再次出现在了我身体周围，它们依旧在转着圈，一边转圈一边嗡嗡念咒。这一次的感觉和上次一样，我的身体在不断下降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把我的身体吸下去一样。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强烈，下降的速度慢了很多，心脏也没有那样狂跳，而是一下一下越来越有力，就像有一柄50磅的大锤，一下又一下敲击在我的胸膛上一样。我急迫地想醒过来，可我依旧无法控制自己的四肢，也没办法发出来声音。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我身体四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，身体感觉也越来越冷。我特别渴望那个室友能再次出声，可期待归期待，事实上，过了好久，我感觉天都快亮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耳中忽然听到一阵滋嘎嘎的声响，然后就感觉我身体在摇晃。就这么一瞬间，我一下清醒过来，眼睛也迅速睁开。睁开眼的一瞬间，只见一个黑影正站在我跟前。
当时我身上一冷，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那个黑影说话了：“你干嘛呢？唧唧歪歪的，能不能别说话了？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原来是我上铺的室友。我一脑袋懵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问完之后才知道，刚才我睡着的时候，嘴里不停发出叫喊，听声音好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因此周围好几个人都被我吵醒了。上铺的室友受不了，这才把我叫醒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明白刚才那个舍友说的吵什么吵，应该说的也是我。我道了歉，看了看时间，才2:30不到。这时候我再也不敢睡了，可不睡也不知道应该干嘛，索性掏出手机玩起了贪吃蛇。那时候的手机不像现在都是智能机，我当时用的是诺基亚一款很老的手机，还是黑白屏的。唯一的游戏就是方格子的贪吃蛇，游戏玩了一圈又一圈。看时间差不多3点多的时候，困意再次袭来。我放下手机准备睡觉，想着这次应该没事了吧。可当我刚睡着，再次来到了那个封闭的空间，不过这次我是站着的，就站在寝室的窗前。当然，这次和之前一样，四周空荡荡的，整个寝室什么都没有。我就那么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一切。窗外并不是风景，而是地质楼的走廊。没有灯，但能看清楚走廊里的情景，灰色调调，墙壁上全是污渍，还有黑色的液体往下流淌。走廊里并非空无一人，而是热热闹闹，就像是集市一样。很多人站着交谈，但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清楚，就像是隔了一层薄薄的墙壁。除了声音听不清楚，其实人也是看不太清楚的。窗户玻璃好像是毛玻璃，但比毛玻璃要透一些，稍微有些模糊。那些人一边走路一边交谈，走的速度很慢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从左边走了过来，一边走一边生气地说着什么。看到那个人，我有点奇怪，觉得这个人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就在我奇怪的时候，那个人走到我站立的窗前，忽然停住了，缓缓扭头看向我，然后透过玻璃死死盯着我。他一盯着我不要紧，走廊上站着的人全都把头对着我转了过来。我当时吓得不行，撒腿就想跑，可我的腿死死地定在地上，怎么都迈不开步子。就在这时候，我感觉背后传来一阵凉意，想回头看，可脖子怎么都转不动，心中焦急的那股劲儿不知道怎么说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右边肩膀一沉，似乎有只手搭在了我的上面。我用眼睛余光往下一瞥，只见一只瘦长苍白的小手正搭在我的肩膀上。那只手特别小，差不多只有常人的一半那么大，而且那只手的指甲是鲜红色的，特别红，就像血擦上去的一样。当时我已经快被吓死了，想大声喊，可怎么都喊不出来。而我左边脖子这时候也传来一阵凉意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贴在了我的脖子上，还有点扎得慌。我扭头想看，可脖子就是动不了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好不容易把脑袋转过去一点，却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，眼睛睁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，正死死地盯着我，而扎在我脖子上的是她的头发。她的头发特别黑，特别硬，特别冷，我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身子情不自禁地发抖。这时候我的想法是跑也跑不了，我跟你拼了，这个念头一起，我身体似乎能动了。
身体一动，嘴里也能发出声音了。紧接着，我开始大喊起来。这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有人拖拽我的身体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眼睛睁开。睁开眼睛，发现寝室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，好几个人围在我的床边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当时我还非常后怕，他们看到我醒了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我一时之间说不出来话。过了一会才说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说完这话，几个室友一脸奇怪的神色看着我，我有点不明所以，便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的那个寝室长是东北人，5大3粗的，说话声音也很粗。他告诉我，刚才听我大叫的时候，他发现我床边站着一个女人，不过等他们开灯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就消失不见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说什么也不敢睡了，强撑着熬到了天亮。天亮后，我赶紧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，把做的梦给她说了。她听了后，让我买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。过了几天，她又给我寄来一尊红布包裹的菩萨像，让我放在床头。我照着做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。不过从那之后，几个室友都说，一到了夜里12点之后，我们寝室窗外总会出现一个身穿白裙的女人，透过窗户看着我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吓我的，可有一晚我尿急醒来，果然看到了一个女人，脸色苍白，头发直直地垂着。我被吓得一声惊叫，可惊叫之后，那个女人忽然消失不见，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但那天天亮之后，我在窗外的窗台上发现了2只小小的手印，那感觉真的浑身发冷。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，我说什么都不肯在宿舍继续住。可我们家条件很一般，支付不起我在外面租房的费用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撑了下去。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深深的恐惧。我们一个寝室的有个叫小海的室友，从湖北十堰过来的。小海这个人很聪明，性格也好，很喜欢笑，看上去就阳光开朗。如果说这个人心里有问题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可有一天晚上，寝室都已经熄了灯，他毫无征兆地从寝室出去。过了10多分钟，我们听到外面传来巨大声响，就像一大坨泥巴摔到地上一样。我们还都奇怪，这到底是什么动静？过了一会儿，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哗然，有学生喊：“有人跳楼了！有人跳楼了！”我们连忙跑出去看，只见小海4肢扭曲地趴在地质楼前面的台阶上，黑色的血液喷溅的到处都是，而且还在不停地顺着台阶往下流淌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杀，还是特别熟悉的人。当时说不出来什么感觉，就觉得嗓子也一阵阵发恶心，然后就听有人干呕，我也跟着干呕起来。小海是从地质楼上跳下来的，但4楼上面已经封了，他是怎么上去的？没人知道答案。事情发生后，他们家人来闹了几次，最后校方好像赔了一些钱，然后就没了下文。他床上的东西一直没人来收，放了差不多1个多星期，寝室长看不下去，包裹起来装好，不知道踢到哪里去了。不过据小海下铺的那个室友说，一到夜里他就能感觉小海又回来了，还在床上翻身。其实不光他，我们也都能感觉小海有时候在床上哭，有时候在宿舍里走来走去，还会恶作剧掀他一个朋友的被子。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，我们实在无法忍受，从那里搬离了。搬离地质楼之后，
我们绝对是松了一口气。但住在那里的人时不时还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但大多是一些小事。直到大二的时候，一个男生失恋，把前女友骗到地质楼的3楼，拿着水果刀刺了30多刀，最后女生失血而死。女生被杀之后，男生也在3楼拐角的厕所吊死了。据相熟的同学说，那个男生自从开学之后就变得有些不正常，嘴里经常念叨一句话：“我死得好惨，我死得好惨。”几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还经常跟他开玩笑，问他是怎么死的。每次问起来，这个男生都会眼神极度凶狠地看着他们，就跟看仇人一样。他女友应该也发现了他的问题，所以才跟他分的手。可让人万万没想到，竟然会发生这种惨剧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，但并不是我亲自参与的，所以没什么太深刻的印象。本来我一直以为大学的生活会这么一直一帆风顺下去，直到大3又遇到了一件事情。那时候我已经混到了学生会，在里面做了个小小的委员。那年年底马上要举行迎接元旦的新年晚会，所以各个学院、各个部门都在非常积极地排练节目。每天排练的时间在晚上的7点到11点，但因为人数众多，时间紧迫，所以基本上会进行到11点以后。由于走得太晚，所以经常要拜托住在大礼堂的大爷帮忙关灯。这个大爷人很好，他没有别的工作，就在大礼堂守夜。究竟守夜守的是什么，没人清楚，可能是怕丢东西吧。那年的晚会时间是安排在12月28号，我们从24号就开始进行彩排。预计排练3天，到了第4天直接开演，前2天非常顺利。到了26那天，排练结束之后，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和几个负责的同学最后走，但守夜大爷说什么都不让我们离开。他说我们借了他的剪刀，让我们还给他。大爷这么一说，我们都有些懵。我一问之下，没人借他的剪刀。就算是前2天要用剪刀剪纸装点大礼堂，那也是办公室的事，跟我们无关。听了我们的说法，大爷不依不饶，就说剪刀是我们借的，非要我们还给他。我们无论怎么解释，大爷就是不信。最后眼看就要12点了，我们再不回去，不说有经过恐怖的2教后楼，而且寝室关门，我们都不一定能回得去。几个人都觉得大爷无理取闹，最后都不想跟他掰扯，强行离开了。不过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大爷非常的奇怪，甚至带着哭腔求我们把剪刀还给他。那模样看起来非常凄惨，但没人搭理他。到了第2天，我问了办公室有没有借那个大爷的剪刀。办公室的人说的确是借过，但当天就归还给大爷了。询问完办公室，到了晚上，我们准备继续去彩排，可我们到了大礼堂门口，团长说今天彩排取消，明天再继续。听了团长的话，我有些奇怪，明天就要开演了，这么着急的事情怎么今天忽然取消了呢？而且之前我们什么通知也都没有收到。虽然奇怪，但我们并没问什么。到了第2天白天，大家带服装彩排，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彩排完之后，我并没有看到大爷，我也是嘴欠问了一句：“那大爷去哪了？怎么没有看到他？”团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非常可怕，他用手指了指大礼堂侧门，也就是表演者进入的后门位置。那里的舞台边上悬挂着一根长缆绳，那根缆绳从舞台上垂下，很长一截耷拉在地上，非常的显眼。团长告诉我，
大爷用那根绳子上吊自杀了。听了这话，我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本来一切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忽然自杀了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丢了一把剪刀？我把我的疑惑问出来之后，团长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他告诉我，那大爷的精神本来就有些不正常。他经常跟人说，他能在大礼堂看见鬼。白天的时候还好，只有一个男鬼喜欢坐在礼堂角落的位置，就在那干坐着，什么都不干。但到了夜里，礼堂就会变得非常热闹，特别是礼堂的2楼，经常会有一个断了头的女人到处寻找她的孩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女鬼喜欢在舞台上练习舞蹈。就在彩排的前几天，他打电话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，说他不想在这里干了，想回去。那时候正好赶上年底，事情非常多，他儿子说让他再多待几天，过几天就回来接他。打电话的当天就是大爷找我们要剪刀的那天。大爷到处找不着剪刀，他以为剪刀是被鬼借走了，心里怕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几人要离开的时候，他才一直找我们要剪刀。如果我们把剪刀还给他，那就说明他没记错，剪刀并不是被鬼借走的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并没有把剪刀给他。就在当天夜里，大爷就自杀了。听了团长的话，我们沉默了很久，都觉得大爷的死跟我们有关。后来元旦晚会正常开演，效果非常好，也来了很多观众。但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，我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大爷。他木然地坐在观众席里，神情呆滞。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但另外几人也都看到了。团长让我们不动声色，尽量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虽然这样说，我们还是很害怕。晚会结束之后，人都走完了，我们还要留在礼堂进行最后的善后工作。那天怎么都不想带，可是没办法。所有的事情处理完都快12点了，团长催促我们快点离开。可就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，后台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在空旷的礼堂，那电话铃声非常大，把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吓了一跳。电话是团长接的，接完之后他脸色苍白。我们问他怎么回事，团长说电话是大爷儿子打来的，说过2天就来接他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们还以为团长觉得没法跟大爷儿子交代，谁知道团长拿起电话特意给我们看，我们才发现电话机上面根本没插线。团长说演出之前，他担心电话铃声响起会对演出有影响，他早就把线拔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在现场的几个人浑身一阵发冷，急匆匆地出了大礼堂。出礼堂的时候，我在后面跟团长一起锁的门。锁门的过程中，我多看了一眼舞台，赫然看到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几个女生。那几个女生身穿白色的短裙，头上戴着军帽，扎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不知道说的什么，咯咯直笑。看到几人，我还以为是还没走的舞蹈演员，刚想喊他们，被团长猛地制止住。我还奇怪，可再去看舞台，那几个女生却忽然没了踪影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脑子嗡的一下，知道遇到了诡异的事情，身上更是一阵阵发冷。团长好不容易锁上门，招呼我们快走。因为那件事情，那段时间我精神状态非常不好。过了几天，看到团长的时候，他又跟我说了一件事。那个大爷是孤寡老人，儿子几年前在工地出事，从高空坠落，死得很惨。他说完这事，我更不好了。幸亏这时候放了寒假，在家里休养了很长时间才缓了过来。
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这件事估计也被人淡忘了，也不知道大礼堂里面那根绳子还在不在。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，遇到了留校的团长，两个人聊起天，他告诉我，虽然那个电话早就没了，但到了晚上12点之后，大礼堂还能听到电话铃声。最主要的是，竟然还有人接电话，声音苍老，说他想去儿子那里，让儿子来接他。而电话那头不知道是谁在说话，说的什么。这些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现在地质楼已经改建，也没了那股恐怖的气息。不过前段时间看新闻，又有一个女生从那里跳了下来，心中不胜唏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